就是1993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在台湾上映，叫做Taaze。那这个电影是美国非常有名、已经去世的导演 Robert Altman 他所导演的。而且这部片有一个地方很特别，就是当年他集合了所有我们现在一线的明星，比如说 Robert Downey Jr. 或者是 Julianne Moore 这些非常有名的美国明星，所以那时候在台湾还蛮受瞩目的。那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就是在1993年上映之后呢，因为时报出版社他为了配合这个电影上映，他又出了2本，一本叫做《浮世男女》。那《浮世男女》它就是基本上就是采用了这一本小说里面它的一些故事，就是 Raymond Carver 的第一本小说。那就是能不能请你安静一点 ？Do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 那另外一本叫做当我们谈论爱情，那就是另外一本叫做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就是这一本。那等一下我会讲说为什么2本它有不同的书名。那回到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已经大家就是平常我在看小说，我就已经蛮熟悉这个名字。那我觉得宝瓶出版社他们也非常负责的，就是按照我不知道，如果说没有进一步去深入研究的话，一般的读者可能不了解说，怎么会是照这个顺序来出版的？事实上，宝瓶出版社它所出版的这个顺序，就是瑞蒙卡佛他所创作的顺序。那他这样一本一本写，然后宝瓶出版社按照他出版的时间这样一本一本出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因为大概在2-3年前，大陆他们开始流行瑞蒙卡佛。那据我所知，就是在宝瓶出版社在网络内面某一个著名的这个小说家高玉峰的介绍之下，才开始注意到这个 Raymond Carver 书可以重出。回到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就是我们讲到 Raymond Carver， 刚刚文琪有讲到，就是我们Raymond Carver 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果各位的话，就是又冷，然后又硬。但是呢，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是比较有一点接近这个黄春明或者是王真和给人的那种感觉，就是除了又冷又硬之外，有时候你会觉得很酸苦，可是呢，在酸苦之余，你会想要叹气，或者是因为太苦，所以想要这个苦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风格。那还有Raymond Carver 他比较受到人瞩目的是他有2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他让美国的短篇小说的风格大概在70年代跟80年代复兴。也就是说，本来有一段时间，美国小说家他们是同时会写长篇跟短篇，比如说我们说在台湾也蛮有名的2个作家海明威跟费斯杰罗，他们2个都是同时可以写长篇小说，也可以写短篇小说。但是到了2次大战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短篇小说这种形式已经比较少人在碰，而且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不这么困难的形式。就像比如说我们国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知识分子李敖先生，他就始终说鲁迅他不是一个小说家，为什么？因为鲁迅他只写短篇小说，他没有长篇小说，所以就是会有这种大家可能觉得短篇小说比较没有价值。可是 Raymond Carver 他在1970年代、1980年代开始受到瞩目之后呢，开始就带动了这种美国对于短篇小说有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他的贡献还有他的重要性是蛮大的。第二个，他比较受人注意的是所谓的极简主义 （minimalism） 这个词。那这个词，我觉得跟我们中文的2个成语很像，就是我们中文常常讲说“意在言外”或者是“言简意赅”，就是你的文字很简单，可是呢，在文字的表层以外，它还有一个深层的意义在里面。有些东西呢，是不写出来，你反而会觉得你会去自己去思考。就像有一部片，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Stephen King 他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的《刺激99》这个里面有一个台词叫做 "Something's better left unsaid"， 就是有时候呢话不要讲出来，反而是比较好。所以我觉得 Raymond Carver， 等一下我会介绍说什么叫做极简主义，对他来讲什么是极简主义。
那这个极简主义跟他的创作有什么关系？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这个。那当然要先介绍一下 Raymond Carver 这个人。Raymond Carver 他这个人他比较特别一点是呢，他其实是一个working class family， 就是劳工阶级家庭出身的一个很平凡的美国的小孩。在他的一辈子，大部分早期大部分都是在美国的西岸活动，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边他是生于奥勒冈州，然后呢长于华盛顿州。各位如果知道的话，就是美国的西岸最上面就是华盛顿州，下来是奥勒冈州，然后最下面才是加州，就是美国西岸是这3个州。然后呢，他生于奥勒冈，然后因为他爸爸工作关系要去他当锯木工人嘛，所以他们到华盛顿州去了。然后最后在他高中毕业之后呢，又跟着爸爸到加州去工作所以他早期的工作呢，就是比较辛苦的是锯木工人，或者是这个一些其他工友比如说他是在这个医院里面有当工友，那为了要当工友呢，他就很快为了要写作，他就在做工友的时间呢，他会很快把工作做完，那其他时间来创作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他会写到一些跟医院有关的情节，为什么这么栩栩如生？我觉得这跟他的人生经验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人生哲学？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最好的小说都是要带有自传性，就是你去把你的生命活过了，你把你的生活活过了，然后呢再反馈到你的文学创作里面去。那你看，他是1963年从这个加州的这个 Humboldt State College 毕业，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一般大学毕业已经是大部分都是22岁。那美国他们有些提早入学，大概21岁就毕业，可是 Raymond Carver 他一直到25岁才毕业。那他的太太因为要支持他的写作，更晚，他29岁才大学毕业那他在这个取得大学文凭之后呢，1963年他到美国的 Iowa Writers Workshop 深造。那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program， 是就是爱荷华大学创立的一个program， 一个写作计划。事实上，它是一个硕士班那我这边列出来这些作家都是台湾鼎鼎有名的作家，而且呢，他们都是曾经去参与过这一个写作计划的作家。那特别是白先勇跟王文兴，他们2位都在这边取得硕士学位。所以后来呢，白先勇他有到 UC Santa Barbara 去教书，也是教创意写作还有中国文学。那王文兴呢，他就是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回到我们台大外语系任教，所以就是在这边受到这个栽培。那边有反映出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早期大概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就是1910、192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早期的20世纪的作家，他们都没有这种机会可以接受创意写作，就是 creative writing 的训练。那从这个瑞蒙卡佛他们这一代，就是比较后来才出生的这个作家，他们才开始，因为1936年才有这个 Iowa Writers Workshop， 它是美国第一个创意写作的一个计划，一个硕士班计划。然后呢 ，Raymond Carver 呢，他受到这个教育之后呢，他后来也长时间在美国各个大学教创意写作，所以这个是他脱离劳工阶级的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有去这边接受一个正式的训练，所以后来才能够变成这个作家。好，接下来，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地图就是只是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美国西部，就是瑞蒙卡佛他活动的地方。然后呢，Iowa 是在中间，就是 Nebraska 右边的这一个紫色这一块。然后瑞蒙卡佛他后期也有到德州去教书。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纽约州的 Syracuse， 就是雪城大学，他有去那边教这个 creative writing。那说到瑞蒙卡佛他的创作常会看到，如果各位有看过他的书你会发现很多他的作品都跟婚姻生活有关系。从一些婚姻生活的小事，比如说夫妻吵架啦，或者是外遇啦，这种一些婚生活里面琐事去取得这个灵感，还有包括夫妻因为丈夫酗酒而失和类似这种小事。
那我觉得这个跟他自己人生非常有关系。比如说，第一个 Marion Cover 是卡佛第一任妻子。那这个妻子我刚刚讲到，她非常辛苦，她是一个她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很上进的女性。那甚至她为了支持 Raymond Cover， 然后她曾经一度博士班休学，然后就帮他，对不对？那后来他当然 Cover 还是跟他离婚的，而且从1977年左右就开始就跟他变得比较。但当然他们两个之所以婚姻会触礁，主要是因为 Cover 他有酗酒的习惯。那 Taaze Gallagher 另外这一个女性是卡佛的第二任妻子，她是在1977年跟他认识，然后1979跟他同居，然后呢，1988年的时候才跟他结婚。两个人结婚6个礼拜之后呢，卡佛就因为肺癌去世了。那这个 Taaze Gallagher 呢，他在1988年的时候Raymond Cover 他5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作家。严格来讲，他的这个作品的篇幅都是算短的，所以他大概只有70出头篇短篇小说的作品。然后30几篇的杂文集，然后诗反而比较多一点，诗有300首。但在这个 Taaze Gallagher 他的一个非常用心的推动之下，因为他在 Raymond Cover 死掉之后呢，又出了非常多的作品。比如说这个新手这本作品，就是本来是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这个小说集呢，他把Raymond Cover 的手稿把它重新出版，所以让读者可以看到它原来的风貌，就是编辑还没有编辑过的这个原稿的样貌。那另外一本呢是这个 Call If You Need Me， 这个也是在后来由Taaze Gallagher 他所出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一本里面呢，他有发现一些他生前没有出过的一些大概4、5篇故事，所以这个是Taaze Gallagher 他对于 Raymond Cover 这个文学作品的一个贡献。所以主要是 Raymond Cover 有一些出版品，可以注意一下，就是1976年他出了 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 就是能不能请你安静点。那1981是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这个书名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很特别。不过这个他的这个书名就是这样取。那1983他出了另外一本 Files。那83年跟88年，他分别出了 Cathedral 大教堂跟 Where I'm Calling From 我打电话的地方。那这2本呢是他受到的这个普利兹奖的提名，特别是1988年这个 Where I'm Calling From 是他自己选的自选集，就等于说是出一个精选集，他自己小说的精选集。那没有多久之后呢，他就去世了，就在这一年他就去世了。然后1993年呢，因为 Robert Altman 他的银色性男女这个电影出版，所以呢，他们又出了一个把这个能不能请你安静点里面的一些作品呢，把它收在这个小册子里面。那大概只有8、9篇这个作品。到2000年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Call If You Need Me， 就是 Taaze Gallagher 他有一些新的一些新发现的卡佛的作品，然后把它加进去这样提出。那当然在请继续。OK， 这个就是我如果说各位还没有开始卡佛的话，我建议可以用这种方式看。当然，就是你如果去这个一般网站上去看，你会看到有大陆的版本，还有我们台湾的版本。那有什么差别？我在这边解释给各位听。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服饰男女在很久以前由时报出版社出版的这个版本，其实它主要是从能不能请你安静点选一些故事出来，然后 Robert Altman 当年就用那些故事他经过跟 Taaze Gallagher 的讨论，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电影的故事，让里面的让那个原来不相干的故事有产生一些连接。那大陆呢，他们是在大概也是一样，大概3、4年前，他出了一个这个版本，请你安静些，好吗？
下一页。好，那这个当我们讨论爱情，就是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的，这个也是时报出版社当年出的。那大陆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就是用印译的，就是他们会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台湾出的是新手是草稿的版本。好，下一页。那这个是比较一致的，就两个都是大教堂，叫大教堂。好，下一页。那这个是我们台湾没有出的，就是瑞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跟我打电话的地方，其实这两个版本是一样，只是书名不一样，所以呢，各位如果要买的话，不要两个都买哦。好，下一页。好，最后呢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需要我的时候给个电话。我们台湾最近，但今年才没几个月之前出了这个版本 ，Call if you need me， 就是有新发现的还没有出版的瑞蒙卡佛新小说，然后呢再加上我这一个里面的4、5篇小说，把它合在一起，变成需要我的时候给电话。那大陆他们是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需要时就给我电话。好，下一页。好，那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是试着把极简主义跟非常有名的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把它结合在一起。我知道常常有人在讲说，海明威跟瑞蒙卡佛他的关系非常密切。那当然他自己也承认，他受到海明威还有 Chekhov 还有一些作家影响。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冰山理论，就是在海明威在他的一本书就是1932年的时候出版这个《Death in the Afternoon》这一本是一本，为什么叫《Death in the Afternoon》？是他在这本算是他在西班牙旅游的时候一些经历所写出来的一本游记，特别是他在描写西班牙的这个斗牛士，他们在下午挑战那个牛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死掉的那一个情景，所以叫 Death in the Afternoon。但是呢，这一本杂文集里面呢，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海明威他对于写作的看法。他说The dignity of movement of an iceberg is due to only 1/8 of it being above water。他说呢，这个冰山它的律动 movement 就是律动，冰山在海面上的律动之所以会 dignity。什么叫 dignity？dignity 就是令人觉得害怕，或者是有威严的。令人觉得害怕，是因为呢，它只露出了在海面上露出1/8的冰山，有7/8都在水面下。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作者对你写东西有足够了解的话，你只写出1/8的东西，但是呢，读者可以把下面7/8的东西看着你的1/8就可以懂。这就是所谓的冰山理论。所以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跟海明威他的那些角色配合起来看，就是说，你知道海明威他的那些角色都是一些比较阳刚性格比较强的人，所以他们不是那种像费兹杰罗笔下那些喜欢抱怨喜欢在那边做一些很娘娘腔的事的那些主角。那海明威他的主角都是会打猎或者是这个会斗牛或者是这个是参加过战争所以他们本身就是有一种这个，也就是比较沉默、比较少话的这个性格，所以可以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是说从他们讲的非常简单的话去探求他们内心的那个多余的那个情绪，没有表达出来的那个情绪。那在 Fires 这一个小说跟杂文集里面呢，瑞蒙卡佛他有一篇文章叫 On Writing。On Writing 它里面讲到3件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第一个呢就是 No tricks， 什么叫 trick？trick 就是不要手 ，trick 就是花招，所以就是写作的时候不要耍花招，写你知道的东西就好了。然后呢，第二个是呢 Do not use experimentation to brutalize or alienate readers。这个 experimentation 就是实验，不要用你所谓的文学的实验去怎么样 brutalize 就是霸凌的意思，不要用你的文学实验去霸凌你的读者。然后呢，也不要用你的文学实验去 alienate。什么是 alienate？alienate 是疏远的意思，不要让你的读者觉得你很疏远。
这样子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哦，第三个原则他说啊 ，write about commonplace things and objects using commonplace but precise language， 就是写那些非常一般的东西，一般的 commonplace 一般的，然后呢，一般的事物就是 things 是事情，然后 object 是物件，然后呢，你要用非常简单的语言，但是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精确的把它写出来。然后呢，他说啊 ，and to indulge those things， 什么东西？你要写什么东西呢？一张椅子，一个窗户，窗户的这个窗帘，一支叉子，一块石头，或者是这个一个女人的这个碗 ，with immense even startling power， 就是你写的东西非常简单，非常平凡，但是呢，他们却有非常震撼人心的这个效果。好，请看下一页。那等一下我会举一个段落来看这个东西啊。那对于 Raymond Carver 来讲，什么叫做 minimalism 呢？他讲的这一段话，简单来讲，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不太赞成被人家归类为所谓的极简主义的作家。但是呢，如果他要简单的来描述他自己的文字风格的话，他引用的是海明威的一个座右铭 ：“Prose is architecture。” prose 是散文，但是就是意思就是用散文来写小说，就是小说呢就像建筑物一样。And this isn't the Baroque age。而且呢，我们不是活在巴洛克时代，或者说这个建筑呢不是巴洛克时代的建筑。意思是什么？各位知道巴洛克时代的建筑就是很华丽、很花俏。那他觉得这个文字应该不要那么华丽，不要那么花俏，简单就好，然后把这个你看到的东西描写出来，然后尽量描写少一点，但是要带有非常深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在里面。好，下一个。那我这边举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这个你们为什么不跳舞？这一个故事啊，它后来有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然后呢，它是1977年他投稿给一个非常有名的《Esquire》杂志，但是呢。后来他没有被刊登。那1978年的时候，被另外一个刊物叫 Quarterly West。Quarterly West 也是 Raymond Carver 他常投稿的一个刊物，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犹他大学，就是在盐湖城的犹他大学，他们创立的一个给这个作家投稿的一个刊物。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段落，他说啊，他在厨房里又倒了一杯酒，一面看着前厅里的卧房家具前庭，就是你看到之后，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他的卧房家具会跑到前庭去？你就开始想象说，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他是要把这个卧房的家具把它卖掉吗？类似这样子。他说啊，床垫套子已经摘掉了，条纹图案的床单和2个枕头并排躺在五斗柜上，那些东西啊，看起来就跟在卧室里没什么两样。他睡的这一边有他的床头柜和小台灯。他睡的那一边呢，有他的床头柜和小台灯，他这一边，他那一边，他边啜饮着威士忌，边想这些事情。OK， 所以你看这个描述，你就觉得这什么描述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然后而且好像一直在重复，对不对？可是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想说，他为什么会提到他？这个他是谁？他当然是可能是他的同居人或者是老婆嘛。而且呢，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只有这个地方提到这个他，就是这个主角他的另一半。那想当然的就是这个另一半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主角，这就是极简主义的一个作用。就是你可以从这个描述就去想到说原来他们已经分手了。然后呢，他边啜饮着威士忌边想着这事。那我们可能会想说，这个人他是不是平常就有喝酒或酗酒的习惯？这样透过这种方式去描写一个事物，这个是所谓的极简主义的这个。而且呢，他强调说，他睡的就是他这一边，他那一边，那他是不是在暗示说他们2个之间的情感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而且这是故事的刚开始的这个段落，所以觉得这是充分的显示所谓极简主义精神。好，下一页。那所以呢，这个故事啊，
它非常有名，后来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就是2010年由威尔法洛主演的这一部电影叫《拍卖人生》。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这个故事把这个电影找来看，这是蛮有趣的一个电影。好，那下一页。这个是电影里面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的主角把家具都搬到外面来，然后就是要把它拍卖掉。因为你知道这个外国他们常有所谓的 garage sale， 所以你经过申请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家里所有东西摆到这个庭院里面去卖。那当然就是有人去跟他买这些东西。好，下一页。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讲到酗酒这件事，就是 Raymond Carver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酒鬼，在美国文学界的。那事实上，很多美国作家他们都是酒鬼，比如说费兹杰罗，他也是个酒鬼。他可能他就是越喝的时候呢，他的笔就越来劲，所以他后来他是大概44岁的时候，44岁就已经死，就因为喝酒喝太多死于心脏病发。所以这个那当然，Raymond Carver 他不是因为喝酒喝到死，他是另外一个他抽烟得了肺癌。所以这个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他的这个有关于他跟 Taaze 之间的事情各位可以自己看。但是总而言之我要讲的就是说，他把酗酒这个主题，因为我们知道 Raymond Carver 他从1977年开始他就戒酒，也就是在戒酒之后呢，他认识了 Taaze 就是第二任老婆。那戒酒之后呢，他借着这个戒酒，他重新反省他的人生，那把这个东西写成他的故事，把他的酗酒经历写成他的故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作家他们写的东西，你会觉得真实感不够。可是呢，你在看 Raymond Carver 写的那些这个酗酒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细节，等一下我会解释有一些细节你会觉得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可能有一天我如果喝酒喝到上瘾的，可能会像那样子，就比如说，喝酒太久没有喝酒，手会发抖，或者是一些这个奇怪的状况出现。好，下一页。好，那我要讲一个例子，就是第一篇这个柴火这一篇故事是1999年，就是他去世后11年之后呢，才发表在杂志上的一篇作品。一个短篇小说，那这个短篇小说呢还非常了不起，他还在作者死掉之后的11年还帮他夺得又做波亨利奖。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就是主角离开戒酒中心之后呢，被老婆赶出家门，当然就是他要找一个地方住，所以他就在一个靠海的地方呢租了一个房子。那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平淡的故事，就是故事简简单单的，从头到尾呢就是租房子给他们是一对夫妻，那就只有从头到尾就只有讲他们生活上的一些琐事。那当然还有讲到你看这个主角这篇故事的主角，你看到他可能是一个作家，叫做 Miles 一个作家，那他用这个作家写这个 Miles 这个名字写了好几个短篇故事，那可能就是他在讲他自己。然后呢，这个作家呢，他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大概1-2天之后呢，他就跟那个老夫妻，那个房东太太跟房东先生就讲说，我不租了，我要走了。然后呢，他们夫妻两个跟他说，你要知道这个钱是不会退给你，因为已经预缴了，他就不会退给你。结局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决定他要搬离这个地方。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有2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也是一个极简主义，就是他写一个细节出来，但是呢，他不多做解释，你可以透过你自己的读者的诠释去想说，这个细节是什么意思？比如说第一个细节，他说这个主角Miles他看到房东太太因为他已经决定要把房间租下来，那房东太太就把床罩，因为如果那个床没有弄床罩会脏掉嘛，那他把那床罩拉下来的时候，主角呢他讲到差点哭出来，为什么？所以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在猜，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解释，我猜是他就是刚刚戒酒
刚刚从戒酒中心出来，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想哭啦，就是情绪比较脆弱一点。那可能因为跟他的跟他老婆分手也有关系。那第二个呢是为什么帮房东夫妻完成锯木头的？因为这个短篇故事的开头叫做柴火嘛，那他就是他这个 Miles 啊，就是这个房客帮房东夫妻那么这个锯木头，然后把木头把它劈开来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一件事对他来讲是一件攸关的大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描述说他一直在等他们夫妻俩出去之后呢，他开始帮他们锯木头。为什么？我在猜，可能就是说因为他有讲到说他的手开始发抖，所以他想说，如果说可能是那个过程，他想要用这个锯木头这件事把想喝酒这件事忘掉，所以呢，他非得要赶快去做这件事，不然的话他又想要喝酒。所以，但这个东西他完全没有讲出来，所以你要自己去体会说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下一页。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2篇故事，是一个谢夫的房子跟我在这里打电话。我在这里打电话，它是一个他这个故事也是很简单，就是在描述戒酒中心里面情况。那我觉得如果你有看这一篇故事的话，你会觉得很有趣，就是那一些戒酒中心住在戒酒中心的人啊，其实都是一些生活上有缺陷，就是可能就是喝完酒之后打老婆、打小孩，然后呢可能是被警察酒驾被警察抓进去，类似这样子，或被法官判到进去戒酒的。那他们这些充满了缺陷的人，他们会形成一种友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当然，这个友谊呢，又不像一般的朋友。那说他们是狱友又不像，就是这介于朋友跟狱友之间那种感情，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然后还有他描写在戒酒中心里面有人突然酒瘾发作啊，因为你知道酒精中毒到最后会有抽搐的现象，或者是手会不禁发抖的现象。那他有描写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状况。好，下一页。另外一个是谢夫的房子这一篇故事，其实这篇故事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跟谢夫借的就是一个酒鬼，跟另外一个已经戒完酒的酒鬼借了一个房子，谢夫借跟这个谢夫借这个房子，然后呢他要在那个地方住，然后呢因为他已经从戒酒中心出来，他要延续他的戒酒的这个过程，然后他发现他可能自己定力不够，所以他打电话给他前妻说叫他来跟他一起住，然后也不是说一定要复合或怎么样，那就他前妻还是决定要去，他前妻虽然已经有男朋友，可是还是决定要去帮他的前夫戒酒。然后最后啊，因为谢夫要把房子收回去，那2个人不知不觉就开始争吵起来了。然后呢，吵到最后，这个男主角，他实在是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他说真的，他过去常常打老婆，然后又酗酒，不务正业，他没什么好讲的。他就说，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然后本来这个女主角她又要开始骂，可是呢，她是这样讲，就是呢，酒鬼前夫啊对前妻说一声对不起，然后他为自己的话然后深情的道歉，但这就是他就说真的这是很负责任的说法，但是事实上有时候你如果做事做到某一种地步，你也只能这样讲话，做坏事做到这种地步，也只能这样讲。然后原本怒火中烧的前妻说这一段话我觉得是很感人的。下一页，那个男主角就韦斯好了，没关系，我说我把他的手带到我的脸颊上，不然明来有的我想起他19岁的时候的样子，就是 Raymond Carver 跟他的第一任老婆结婚之后就是19岁，所以这个故事也是在影射他跟他前妻之间的关系。他说他在野地里奔向他爸爸那台拖拉机时候的样子，他爸爸坐在拖拉机上，手遮着眼望着他。那当然，这个时候是人生最可爱的时候，至少那个时候还没有酒瘾嘛，所以呢，这个回忆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当时我们刚刚从加州开车上来，我抱着雪莉和包比走下车说：“那是爷爷。”只是那时候他们俩都还是小婴儿。所以，我那时候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
这个就是我们常在讲，就是所谓的回忆是一种救赎之道，就是当你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再去原谅那个人的时候呢，回忆浮现你的脑海里面，你会发现说，哇，那我跟他争什么呢？我跟他吵什么呢？我毕竟跟他有过这么美好的回忆。我看这个他描述的这个场景是他的脑海里的回忆，可是呢，我觉得美的好像是电影里面的这个美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故事。下一页。那好，那再下一页，因为我发现我讲太久，我现在可能速度稍微加快一下。那这个是这样，第一个这一篇故事雨中的猫是 Raymond Carver 他有讲到他蛮喜欢的海明威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它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女人跟她的她就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住在一个旅馆里面。然后呢，老公是在那边看书，然后那个老婆自己望着窗外的一只猫，他就想说，我要把那只猫抓来，然后我要养猫。那当然这都只是在铺陈两个之间的一个情绪。重点是什么？就是重点是说，这个女生她当下除了想要养猫之外，她有很多，她想要有一个，比如说她有一个完美的家，她有一个美美的家，然后她吃饭的时候想要点蜡烛这种，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可是呢，她老公只回她一句，说闭上嘴巴，找本书来读吧。就是这个夫妻之间有时候会有这种不知道怎么样沟通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女生有时候觉得你这个怎么不能讲不通啊？那就当然就是两个人频道不一样才会发生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Raymond Carver 他喜欢这个故事，就是他传达了夫妻之间的那种很特别的那个无法沟通的这个情况，就是两个思绪、两个感觉、两个感情没有办法沟通的这个情况。下一页。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常会知道的，就是其实这个能不能请你安静点，这个他早期最有名的这个作品可以说是 Raymond Carver 他的成名作。这个作品呢，其实它是脱胎自海明威的另外一篇短篇小说，叫做白象似的群山，白象似的群山 ，Hills like elephants 里面它里面的一个台词。可以拜托你们闭嘴嘛 ？You please stop talking。就是他海明威他讲比较啰嗦一点，但是那个 Raymond Carver 把它改成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所以就是人家就想说，他可能是从这个地方去想到那个小说的这个标题。但这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这一篇短篇故事，海明威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有一个女生怀孕的，然后呢，那个男生想要叫女生把小孩打掉，可是呢又不好意思坚持，他就说算了，不想要打也没有关系啦。但是那又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那你做了也不会怎么样就是那边重复，然后那女生就觉得很烦，所以就要闭嘴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回到我们刚刚主题，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啰嗦？如果特别是有些听众可能比较年轻一点，不能体会那种感觉。等你们结婚之后，就觉得另外一半真的很啰嗦。好，下一页。那这个是在这也是在能不能请你安静点的这个故事里的一个主题，就是男主角发现他老婆好像曾经偷过人，但是呢，女生她坚持说没有，只是有那么一个时刻好像差一点要跟别人发生婚外情，但是没有。但是男生他已经听不下去了，所以他就说能不能请你安静点？就是有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听这个另外一半讲话，就是也是一个卡佛的小说里面常看到的一个主题。好，下一页。那如果说各位想要对读 Raymond Carver 跟这个Hemingway 的话，我觉得可以从这两本开始，就是能不能请你安静点跟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我觉得各位可以去找很多相似性，特别是我刚刚讲的两篇故事，就是雨中的猫跟白象似的山丘，都在这一本故事集里面有出现过。好，下一个。
好，最后面呢，我要讲应该有时间可以讲。第一个就是为什么 Raymond Carver 他这么喜欢写生活里面的琐事？其实生活里面的琐事非常简单，可是呢，讲起来它也可以非常的复杂，就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含义在里面。比如说呢，我们看一下邻居这篇故事。这个邻居这篇故事其实很无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至少美国的电影里面常会有这个事情，就是你对门或者隔壁邻居要出远门去，然后呢，可能拜托你去帮他看一下，就是喂一下猫狗吃饭啊，或者是这个帮忙浇花、浇花草啊这样子。然后这个故事就发生这么一个状况，然后被拜托去浇花喂猫的那对夫妻啊。首先是那个丈夫，他进去那个房子，他拿了钥匙进去那个房子之后啊，就开始对人家的生活感到非常着迷，他就把人家的威士忌酒拿来喝啊，把衣橱里面的衣服拿来试穿啊，然后呢，回家之后他老婆说奇怪，你怎么去那么久啊？可是喂猫洒水就好，干嘛去半个小时？然后他就说没有啦，就是反正就没有多说什么。然后呢，后来他变本加厉。而且呢，他发生一个状况，就是他觉得他生活变刺激了，所以呢，他甚至还是因此而这个增加两人之间的性生活的这个趋势。那到最后呢，他甚至想说，会不会这个邻居他们可能不会回来了，所以我就可以一直来这个地方。他就是等于说他已经完全的着迷投入别人的生活里面。那这一个故事的结局很有趣，就是他老婆进去那个房子也待了很久，然后出来之后也跟他老婆说，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回来，这两个夫妻的想法是一样的。结果呢，后来发现他没有把钥匙带出来，所以他们再也不能够进去那个房子了。好，这个是生活中无聊会带来无聊，但是你会觉得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奇怪的趣事，然后。第二个呢，我把第二个故事把它跳过去，我怕时间不够，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也是一个很无聊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很快讲过，就是有一个丈夫，他是一个失业的人，他去餐厅看到他老婆在当服务生，然后呢私底下听到两个顾客在嫌他老婆屁股太大了，所以他就坚持要他老婆要赶快减肥。就是在讲这个很有趣的执着，就是人有时候会有一些不知道为什么要执着的事情。然后家里有水的地方这么近，一件很小的美事，还有跟两个人说我要出去，这三个就是我们讲到 Raymond Carver 他故事里面常常会觉得他的故事比较冷，比较这个冷硬一点的这个地方。比如说第一个，家里有水的地方这么近，这个是。就有一群男人，他们去钓鱼，结果走到了钓鱼的地方之后，发现居然有一具女浮尸。后来他们决定，因为他们如果要回去报案，还要走回他们的车子，然后让他走好几公里。可是呢，他们才刚刚到，所以他们决定就把这个尸体让它漂浮在水面上，然后拿绳子把它绑住，然后等到钓完鱼之后再去报案。结果这件事后来就在报纸上闹得非常大。后来呢，其中一个人的老婆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甚至他也跟你分开了，甚至他开始怀疑说，是不是我老公把这个女人杀掉了？”然后后来他一直怀有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烈的罪恶感，他还跑去那个女死者的葬礼上去帮她致意。最后对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办法释怀，到了这个小说最后面也没有办法释怀。第二个事情是 a small good thing， 一件很小的美事。这个故事里面是有一个小男生被车子撞到，然后他被车子撞到之后呢，被送到医院去，那只昏迷。可是医生就说，不会怎么样，他的所有的数据看起来都蛮正常，应该很快就会醒来了。医生每次去看的时候都会这样讲，一直这样跟父母讲，但是父母就一直觉得很好，结果果然到最后，这个小孩就走掉了，就会发现他有一个没有查出来的一个症状，所以他就死掉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发生一件事，就是因为在这个小孩被撞的那一天呢，他妈妈去帮他订一个蛋糕，然后呢，他订完之后，因为发生车祸，那妈妈就忘记了那个蛋糕，所以就蛋糕师傅就一直打上去，那就是你们那个帮思考这个做那个东西，要不赶快拿回去啊？然后每次讲话都讲不清不楚，那妈妈已经完全把做蛋糕这件事忘掉，所以就以为是人家打电话来恶作剧，然后就很生气。那后来他发现说，哇，原来是那个蛋糕师傅，所以他就要去兴师问罪。结果蛋糕师傅听他夫妻发泄之后，他就非常平静的请他们坐下来，拉把椅子啊，请他们坐下来，然后招待他们吃蛋糕。说啊，像你们这个时候呢，吃东西呢是一件很小但是很美的事情，你们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冷静一下。那最后就是，虽然说夫妻俩还是很伤心，可是呢，他们就平静下来，就跟那个师傅一起坐在那边吃东西，开始聊天。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故事，跟两个女人说我们要出去，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你会觉得说很奇怪，前面的故事在讲说有两个主角，这两个主角他们是高中的班级，然后从小就开始认识，然后呢，其中有一个人他高中还没毕业就结婚生小孩了，然后另外一个是高中毕业之后呢才生小孩。然后，反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两个有非常大的不同。那其中一个人，就有一天他们两个出去兜风，那其中一个人呢，就因为一时兴起，他喝太多酒，所以就犯下了奸杀罪。那这个是一个让人觉得，在想说为什么 Raymond Carver 要写一个这么变态的一个故事，就是结局让人家觉得说怎么会这么样，怎么会这样子？那后来我想可能是他要提醒大家说，喝酒对于一个人或沉闷的生活，再加上喝酒会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影响。那最后那个人他就因为这样子而犯下这个奸杀罪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样子，他才会写这个故事。好，下一页。那这个故事呢，愤怒的季节啊，愤怒季节是我之前没有看过的故事，是最近因为我今年买了这本，需要我的时候呢，点个电话。这个故事是收录在中文版，收录在这一本小说里面。那这篇故事对于 Raymond Carver 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是结构上比较复杂的故事。然后呢，因为它是他的第一篇出版的短篇小说。那如果说各位看这个故事的话，你会发现它跟福克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The Furious Seasons》这个标题跟福克纳一本小说叫《声音与愤怒》，那听起来就很像，它可能就是从那地方寄来这个名字。那跟福克纳的小说主题很像，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女性呢是暴力的受害者。那我们知道福克纳他很多故事也是这样子，而且会有乱伦的情节。那这个故事呢，也是在讲一个乱伦的故事。OK， 那这个女性是暴力受害者这个主题啊，在新手里面的3篇故事各位都可以看到。家里有水的地方这么近，这2个女人说我们要出去，还有哑巴也是在讲这个主题的故事。那还有这个 Raymond Carver 呢，他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技巧，就是重复这个文章。如果各位有看《The Sound and the Fury》这个小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厚的小说，可是呢，它是把同一个故事重写了4遍，用4个不同主角的角度去写4遍，有点像罗生门的那种感觉。那 Raymond Carver 他也用到这个重复的技巧，他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同一个场景他写了4次。好，下一页。就是我那时候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看不懂。然后呢，看了第2遍呢，我发现怎么会有一个段落怎么一直重复呢？所以我又看了第3遍。看第3遍呢，我才发现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个故事他刚开始写的时候，他一直写到2、3个人名，然后他完全都没有提到说这个人跟那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后来你仔细看之后有重复之后呢，我再仔细比对，比如说第1段他写到一
一男一女，这4个段落都讲到一男一女。那一开始你不知道他们2个是什么关系，就是爱丽丝洗澡走出来，对着路易说：“你知道我怀孕了吗？”接着路易开始刮胡子，然后放下剃刀洗把脸，再拿起剃刀，这时候开始下雨，这样子。你不知道 Alice 跟路易是什么关系。第二次写这个段落的时候呢，他换一个方式写，他把2个人的关系写出来。他姐姐走进来，他全身冒着淡淡的热气，他在门口愣了一下，他头发上缠着毛巾，一只手抓住毛巾的2边，另一只手搭在门把上，他让身上的毛巾滑下来，微笑把门关上。他再回过身对着窗子，他的脚趾在鞋子里勾了起来。看到这里，我第3遍看到这段，我就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就是，怎么会姐姐在自己的弟弟面前把毛巾把它放下来，就是好像有点怪怪的。到第3段的时候呢，再写一次，这个他说啊，路易问他说你打算怎么办？然后他说完之后，他走进浴室开始刮胡子，他坐在那里梳头，他洗过脸擦干，重新拿起剃刀。屋顶响起了地震。各位注意一下，再拿起剃刀跟重新拿起剃刀，你会开始想说，他已经刮完胡子，因为你刮完胡子才会洗脸嘛，对不对？为什么已经刮完了还要再拿起剃刀呢？好，下一页。这个是第4段，他拿起剃刀把他姐姐杀掉。法雷坐在一边看杂志，里面看这个中东大地震的灾难现场，这个也是很有趣，就是谋杀的场景跟灾难现场，这个就是2个之间是有关系的。他身边的女子啊，一边说我就是他的姐姐，一边再说一遍，路易你知道我怀孕。然后呢，路易去刮胡子，放下剃刀看着自己脸，再拿起剃刀。他也没讲说他把他杀掉，后面他说他回到接着他把他带到门廊上，把他脸朝向墙壁，把他盖起来。他回到浴室里洗手。把沾满血的厚毛巾塞进洗衣篮里，之后他关掉梳妆台上的灯，重新坐入靠窗的大椅子，聆听雨声。所以呢，这个段落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前面也一直讲到这个雨声，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场景，跟一个非常宁静的一个场景。就是通常我们知道下雨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就是下雨如果不是很大的话，如果是慢慢的下雨的话，你会觉得哇，心里好平静。可是呢，在这个场景里面却是非常的不平静。他刚刚杀了他姐姐，所以非常的不平静。所以透过这个重复技巧，你才知道说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弟弟呢跟姐姐乱伦，然后姐姐怀孕，结果弟弟就把姐姐杀掉了。所以这个是愤怒的季节，它的主题是这样子。好，下一页。好，就是主要就是这几个主题。把 Raymond Carver 他的小说把它串在一起，好，差不多。那如果说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现在提出，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在场的那个，甚至那编辑死后，在考的时候，那编辑还是跟他的第2任妻子有出版上 article，然后说是为了他跟他合作的时候，他长期砍他的文章，大量砍他文章，然后卡佛死了之后，他还想把这些砍过的文章跟没有砍过的文章出版之类的名利。可是我在读新手跟读能不能请安静点这2本书的时候，里面2个篇章我印象深刻，就是刚刚讲过在我学 weekends。我们不能提琴，我们跳的舞。你很会跳的舞，然后还有一个是告诉女人我们要出门，这2个翻成中文，然后它分别是砍过的跟没有砍过的。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不能理解他们之间2个人长期合作的争议是什么，因为那个编辑他相当明确的砍掉了卡佛文章中大量的，特别是大量的你觉得读起来很疲累的字，特别是。告诉女人我们要出门，对那篇，然后，但是我大概也可以了解卡佛为什么不爽，因为他砍的多到了那2篇，我其实读起来是花了好几次。那我想知道，如果老师是怎么知道
对他们之间的互动是怎么看待的？我自己的了解是印象中是这样的。其实编辑会看作家文章，都是自古皆有。比如说海明威跟费兹杰罗的编辑 Maxwell Perkins， 他也时常会砍的。但是他在砍的同时，也是给他一些建议，因为你知道，就是编辑他们有篇幅的压力，就是说，如果作家他写太多话，是不能够塞进他那几页的篇幅。你知道那种杂志，像 Esquire 的杂志，它其实是像 Playboy 那种杂志，它只有几页空间可以让你把这个字塞进去。所以呢，我觉得争执是难免。那后来这个 Taaze 他为什么要出这个新手这个版本？我觉得也是会这样。其实新手 beginners 其实就是 What we talk about 了 ，What we talk about， 它的名字就不一样。那只是说你也可以从他这两个 title 不一样去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争执。就是说甚至在这个下标题的时候，编辑都会觉得说应该要下一个大家觉得比较炫眼，或者说比较有趣，你一看就知道说哇，这跟爱情有关的，那大家会想要看。那可是 Taaze 他是负责执行这个卡佛他的遗产的执行的，所以他有权把这个东西重新出版，所以他觉得说应该要还给卡佛一个公道，就是把他这个东西重新出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背景啊，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能完全怪那个编辑。那当然。卡佛死掉之后，或者说卡佛生前跟那个编辑有什么争执，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编辑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有必要。就你该看的时候还是得看，而且编辑的品味跟作家的品味不见得是一致。但至少我觉得有一个地方要肯定说，因为卡佛他有很多作品都是在 Esquire 上面出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编辑对卡佛也是贡献蛮大的。我觉得并不会少于 Taaze， 因为可能没有这个历史愿意帮他出这个东西，就没有卡佛的他的名气会不大，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你要知道，当时美国就是在还没有还没有这个电子出版这个时候，你知道作家要找地方出版东西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短篇小说作家，他不可能就是一篇一篇累积，然后最后成册出版嘛。他一定要就是要保持一个创作一个动能，然后有地方可以出版，所以卡佛他也是到处要去找地方出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完全怪那个编辑。对。那还有哪一位读者有任何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其他的篇目要补充的？或是刚刚你自己删掉的部分，然后再捡回来？没有我大概很快的把讲过去，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但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我给各位一个良心的建议，就是呢，如果要读卡佛的话，我就是建议各位去读这四本，因为呢，这4本的翻译是我见过翻得最流畅的。之前时报出的那2个版本，也不能说它翻不好，可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语气上会比较怪一点。然后这个宝瓶这个译者叫吕国芳，他也是个蛮资深的译者，他翻的就比较流利，比较口语化，然后跟大陆的那个译本比起来呢，又比较不会那么生硬，所以我觉得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买这4个版本来看。那当然不要忘记请去那个这个网站上买。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观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我想要强调的是，为什么卡佛他会培养出我们看他小说里面呈现出来那种世界观？为什么？因为他的人生有这种体验，所以才能够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你是从他的这个小说的自传性里面去写出来的。比如说，他有时候会写这个夫妻之间的因为婆媳关系会发生的问题。或者是酗酒或者是小孩教养之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他对于人生的看法，其实都写在他的小说里面，就这是他的人生哲学。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那是请大家给陈老师一个掌声。